今天谈的都是大学问。朕平时那么多的事儿，也没有时间多读圣贤的书。今天很好，听着各位各自的讲述，畅所欲言。继续谈吧。陛下，黄老学渊源皇帝以引远宗彭祖老子，其要旨是清静无为，不尚贤，不尚争，顺应天道，以无为治天下。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，经刘侯张良、丞相陈平的倡导，施政一向以道家无为之术为原则。高皇帝除勤苛政繁法，立法以简约民3章，不扰民，不兴事，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，百业兴旺，从而有了汉家我这50年的太平。无为而治，实为我汉家治理天下的思想大本呐，这是轻易变不得的，变则生乱呐。陛下，臣以为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高皇帝经大乱之后，海内空虚，人心不安，审时度势，实施安民养民的无为政策，当时自有它的道理。但今日这天下已不可纯以无为之道治之，这个道理其实以高皇帝之英姿圣武也早已讲过。高皇帝得天下后，朝纲未立，君臣无礼。陆贾建议高皇帝振兴儒学，尊礼孔子。高皇帝说：“你老子在马上取得了天下，搞那一套做什么？”陆贾问：“马上得天下，难道也能骑在马上治天下吗？”于是高皇帝幡然醒悟，说：“你讲得对。”于是命陆贾叔孙通仿效周礼，粗制礼仪。圣人说：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”齐王之乱为何发生？就是因为国家典章制度不利，礼崩乐坏，子不子，父不父，臣不臣，君不君。现在天下大定，诸侯削弱，正是励精图治，变法更化，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大好时机呀！请问袁博士，你所谓的有为，是不是就是要推翻我们老祖宗一直留下来的政策呀？有为就是要更新变法，兴礼崇德，上尊圣王，外攘夷狄，善变古法，扰乱国本，天下必会大乱呐！不断更化才能进步。当年夏桀暴虐，所以商汤兴起有为之师，夺了他的天下。后来商纣暴虐，周武兴起有为之师，也夺了他的天下。古法有善有恶，恶法不除，善法不立。昔之善法到今日也可能成恶法。如果桀纣之法不破，那么今日不还是桀纣的天下吗？不对，袁博士所举汤武两例皆不得当。桀纣虽然暴烈，但仍是国君。汤武身为臣下，出兵打国君，乃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。那以黄博士看来，汤武该如何做呢？以道家主张，因势利导，顺应天道。帽子再破旧，也要戴在头上；鞋子再新，也只能穿在脚上。这叫上下之分，天命之道不可不遵。那么，请问黄博士，当年秦王暴虐，我朝高皇帝起兵诛除秦王的暴政，是不是也是违背了天命呢？难道高祖起兵不对，是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？难道今日还应该顺应亡秦的天命吗？你竟敢乱扯本朝之事！高祖起兵推翻秦王暴政，行的就是大有为之革命，这才创下了我汉家的千秋大业。这难道不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人善之举？既然是，那么后之为君者，就为什么不可以不断革新，有所作为呢？你竟主张要废弃我汉家无为而治的大本！哎呀，你看，哎，行了，朕看呢，
这个吃鱼的不吃鱼骨头，这不能算是不会吃鱼；这吃马肉的不吃有毒汁的马肝，也不能说是不会吃肉。所以啊，朕看治学者不纠缠这些说不清的问题，也不能算是没有学问。好了，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非以民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也。你听听，说得多好啊！如果以此治国，这天下还能不太平吗？这皇上，他真的要彻底改变老祖宗这一套吗？还不是皇上要变质，是一些儒生要变。他们试图蛊惑皇上，诱惑太子。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明天去把那个博士缘故给我叫来。好，刘彻，这个你先看看。边陲各地的奏报朕都看了，各地的郡治防务属雁门为最。你知道雁门的太守是谁吗？儿臣知道，是智都。对，朕的打虎英雄，苍鹰智都，就连匈奴都怕他。这些年，硬是不敢侵犯雁门。原来匈奴也为之酷吏。刘彻，你怎么还说他是酷吏？不是的，父皇。朕跟你说，无论干什么事儿，关键在于用人，要善择能臣良将。儿臣明白。要治国，别小气。已经跟魏婉说了，从明年开始，给你增加一些军事课程。现在国内大局已定，但是北方匈奴边患未决，朕不懂军事不行啊。你要知道，自大汉以来，我们跟匈奴是怎么回事儿？跟匈奴打仗是怎么回事儿？请父皇放心。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。可是自从这个智都被派来以后，我们在河朔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。这个人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。要不然，我带1万铁骑去攻下他。大单于，我们和鄂霍尔一块儿去。雁门关地势险峻，长城坚固，智都这个奸贼，干练机警，别说给你1万人。我就是给你10万人，怕你也不能把他拿下来。中行曰，
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？智都本是行吏出身，这次他擅自拔下我们的侯楼哨所，我估计不可能事先知会朝廷。汉廷军令此般，太守临阵无便于用兵之权。如果他听说你的学问挺大的嘛？按你这么说，老子之学错了，那我们汉家立国以来以无为为本的国策也错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在问你呢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老子算不算圣人呢？回太后，微臣窃以为老子不是圣人。哦，老子都不是圣人，那谁是圣人呢？先古之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是先圣，近500年来，只有一位孔夫子是圣人。那我可听说，老子还是你们孔圣人的老师呢。那么依你看来，老子的学术应当放在什么地位呢？晚周天下大乱，诸子百家风起，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。狂儒，胡说！只有你们是圣人，别人都是蠢人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能，这么有为，来人呐，在，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！你不是有伶牙俐齿吗？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口硬，还是那个野猪的牙口硬。太后，请听我说完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放开我！太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太后，太后。太后使不得呀！太后，元生所事道虽不同，但他仍不失为博学君子啊！你就饶了他吧。你别管，这种腐儒，不杀掉，早晚又是一个晁错。你把他扔进猪圈之前，再替老身问问他，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？这不，诺。气死我了！倩儿，在。去把我的宝贝儿拿来。
爹怕还是你听话，不像他们那些人，就想气死我。哼，你们乖，去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君子杀身以成仁，不可立身以害人。君子杀身以成仁，不可立身以害人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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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些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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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问你，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君子杀身以成仁，不可立身以害人。老子否弃仁义礼智，绝不是圣人。来人，把他扔进去！进来，放开我！畜生，别过来！畜生，畜生，不要过来！滚开！滚开！畜生！这是谁让你们放进去了？滚！赶紧给我放出来！别动了！啊，给我放出来！快点！滚开！畜生！哎，不要动！人不生！畜生！往那边躲！畜生！不要动！哎，往那边躲呀！滚！不要动！滚开！往那边躲！人不生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畜生！哎，往那边躲！滚！滚开！滚开！畜生！人不生，来这边！快呀！哎，快呀！来这边！哎，来这边，快！滚！滚开！快过来！快过来呀！快过来呀！滚！接着！太后！太后！太后！太子来了！太子驾到！太子给野猪杀了！啊！太子！不，是太子把野猪给杀死了。又是他，这愣小子。匈奴是我华夏北方的一个小部族，战国前只游牧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上。自从出了一个伟大的首领莫顿大单于后，匈奴走向强大，扩张成为一个巨大的游牧帝国。当时秦燕赵为了防御匈奴入侵，都在北部的边界修筑长城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财力和物力，建造成了万里长城。高皇帝灭项羽统一天下后，匈奴不断进犯，高皇帝为解除威胁，决心一战彻底击溃之。亲率精锐部骑30万大军北伐匈奴，会战于代郡之白登。不料，误中匈奴伏击，几乎全军覆没呀！我高皇帝气吞万里如虎，怎能忍受这如此大败之辱啊！公孙贺将军出身军人世家，其父曾参与此战。你给殿下讲讲经过吧。太子殿下，高祖当年
亲率30万步骑，被冒顿单于诱入白登山区的深山峡谷之中。匈奴以10万重兵堵塞谷口，围困达7日之久，使我军陷入绝境。吕后当时坐镇长安，采纳了陈平之计，派人以巧思重金后会匈奴胭脂王后，并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，匈奴才解除了围困。此役，高祖险些做了匈奴人的俘虏。别说了，这南宫公主有1年多没捎信来了吧？信里都写了什么？来，给我闻闻，闻闻她信上的味儿啊。南宫说，他人在北边，心在南边，他一切都好，只是每当汉军出击了匈奴的时候，大单于就鞭打凌辱他。只要匈奴不来骚扰，我们是不会出兵的。怎么？皇上派兵了吗？不，皇上没有派兵。那你说，这个君臣单于最近在重重的鞭打我的南宫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雁门太守袭击了匈奴后堡。那这擅自出兵的太守是谁？就是原先那个北营中尉支都。什么？他在雁门做太守？他怎么不还没死啊？他怎么还在做官呢？他已经害死我一个太子，他把刘武也整个半死，他现在又想来害我的南宫啊！这个人应该千刀万剐。来人呐，来，去请皇上。这是不是汉廷最大的耻辱？我从天禄阁档案中查到，当年匈奴大单于写给我朝高祖吕太后的一封信，书称：“汉廷皇太后，我现在乃是一个寂寞的君王，生活在北方草原上。我所擅长的是骑马打仗，我的部下拥有空闲猛士30万。我现在来到边境，很想深入汉家的腹地一游。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去，想必你空闺难守。我们2人各为孤男寡女，都不快乐。你何不做个情人给我，以双方各之所有，交换彼此之所无，岂不乐哉？”混账！这不是在骂人吗？那么吕太后是如何回信的？这就是老夫今天留给你们的作业，请殿下及2位伴读，设想你们若面对此信，该如何回复？对这等禽兽，根本就不能用笔来回答，只能用剑和马鞭去做出回应。哎，拿来我看看。我大汉关中多有毛驴，体魄健壮。既然单于不快乐，我大汉朝愿赠送毛驴若干，用其所有来补大单于之所无，不知大单于乐否？你这个家伙啊，用词倒是蛮斯文的，命意却如此猥亵。对大单于这种人就该如此啊！我写了一封宣战檄文。哦，我大汉朝经济100万。愿与你共受漠北草原，直捣龙城，封禅狼山，岂不乐哉？哎，我问你小子，你哪来的100万经济呀？殿下，这叫兵不厌诈，吹吹牛皮吓吓他们。放屁！光靠骂和吓能制敌吗？你们的回函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写好了。
下，你的呢？太傅，学生不能写这封回信。那么，殿下认为该如何对策？按照当时的国力，应该以沉默之策对应，忍辱负重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复出之机。这是当时吕后命宫中大行令张世之写的回函副本，殿下看看吧。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，赐下信件，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。单于雄伟正在盛年，老妾本应亲身前往侍奉，可惜年逾70，色衰神弱，发齿尽脱，行步蹒跚，见单于岂不羞惭？仅献上后宫美女30名，锦帛10万匹，御用精米80万斛，精酿宫酒100担，敬请大。这座关的后面，悬着百姓的身家性命，朝廷的安危大局，万万大意不得呀！大人，您请放心，冯敬已巡视过，不会改变您立下的一切章程。您是功臣，您不是罪人，请受冯敬一拜。大人请起。匈奴灭我之心不死，大人一定要小心防范。敌情动向，可询问我旧日部将。冯敬明白。我手头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，大人稍坐片刻。大人，此案并未审结，你何必如此呢？皇上会保护你的。我平生执法严酷，杀人如麻，个人生死早已
早已置之度外。墙上那幅锦图，原是皇上赐我的。烦请带给圣上，告诉圣上，我智度到死都是一个忠臣，还是忠臣呐！大人。折了朕的苍鹰。陛下，照例梁王又该入朝觐见了，东宫那边送来了他的日程安排，您是否看一看？不看。内府仍然按照原来的礼仪，专门为梁王设置了天子赴城及持节杖到函谷关，您是否照准？不准。我们中原是缺乏与匈奴作战的战马。如果我们扩大养马，今年在上林苑草原可养马3万匹。哎，如果我们在鼓励各地养马，那么这个数量会很可观的。啊，那么今后咱们的战马就不用愁了。臣请上奏。太傅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陛下，臣以为，目前实行的出关审验制度，应当增加对于马匹的管制，禁止高5尺以上、上齿未平的民马骑出函谷关，这样可以防止精壮之马流落到各诸侯王国及外夷。好啊，遵奏。周丞相不想说什么？禀报陛下，众公卿刚刚都已经说了，臣没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。朕想问丞相，我们1年要判多少案子？臣不知道。那么钱谷收入每年又是多少呢？臣也不知道。魏启宏，臣在。你知道吗？平案绝狱之事，应该问廷尉；钱谷收支之事，则应该问治庶内史。判决案子问廷尉，钱谷收入问内史。那么丞相干什么呢？丞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顺四时，下育万物，外合4夷诸侯，内亲抚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司其职也。你这个闲官，比丞相知道的还清楚啊！魏齐侯留步。魏齐侯，刚才多亏你帮忙解围，我应该早点向你请教才是。将军身居要位，怎能不知
其任。老夫原是堂堂军人，这刑事案件和两股收支关我屁事啊！他娘的！谁想当这个丞相？谁想当了？还不是皇上想剥夺我的军权，才赶鸭子上架的。嫌我不会干，好，老子不干了。丞相，万万使不得呀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个窝囊气的位子，谁爱坐谁坐去。妈的，拿笔来，老子这就写辞呈，不伺候了。丞相，陛下，应该喝药了。陛下，这是刚送来的周亚夫的辞呈。陛下，此事很重大，您是不是应该……你以为朕病糊涂了？告诉他们，周你的爷爷韩颓当，原是周亚夫将军手下的一员部将，但是你为什么不佩服周将军呢？难道你比你爷爷还厉害？正因我爷爷是周亚夫的部将，所以我才不佩服周亚夫。那你又为何佩服李广呢？我小时候在匈奴生活过，早就听说匈奴人最怕的就是飞将军。你小子，有朝一日，我也一定要罢你的位。请太子殿下，现在就罢了我这陪读一职吧。为什么？现在顶不济，也只是不陪太子读书，没有性命之余。但若到将来，伴君如伴虎的时候，如果我有什么差错，就该身首异处了。快，你们俩都给孤跪下！姑谢的让你打这个奸猾之徒的嘴巴子。殿下，快打！使劲啊！你先打！别！太子他真打我呀！你这样可就不对了啊！你怎么能打自己的学友的嘴巴子呢？姑得罚你，快用这戒尺打自己的手掌，打10次。打12下，打那边，打那边，接着使劲打呀！使劲！这个来换手打！住手！啊！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？回师傅，学生并没有胡闹，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。哎呀！哎呀！匈奴入了雁门，到了武威，入上郡，取援马。雁门太守冯敬及2000官兵皆战死。陛下，臣以为应该即刻征发车骑步兵，屯戍雁门北边。
要带郡敌广，北地臣不识，各率部赶赴雁门。